高考移民是中国应试教育制造的特殊物种，他们颠沛流离，在家乡求学，在外省考试，爹妈帮他们迁移了户口，变更了学校，他们要忍受老同学的嫉妒，新同学的鄙夷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考入更好的大学，手段只有一个，钻高考政策的空子。在中国，每个省录取分数线、招生名额、竞争人数，甚至考题难易程度都不一样，所以才有了高考移民，大体分两类。一是移民发达地区，多年来，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拥有更多的招生名额，如清华大学在北京的招生人数比在四川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北4个省的招生人数加起来还多，而北京的人口却不到这4省的1/20。二是移民欠发达地区，由于自治区及民族优待等政策，西藏、新疆、海南等省份都拥有较高的招生名额，而一些边远地区如青海，虽然招生名额不多，但当地人口较少，竞争压力较小，其高考录取率远高于河南等人口大省。2013年，青海计划录取人数0.68万，远低于河南的4.87万，但在录取率上，青海为18.61%，而河南只有6.79%，相差近3倍。每个省市的录取名额都有限度，高考移民作为外来者，凭借自身优势，插一脚进来抢饭吃，挤占当地人上大学的机会，对当地人相当不公平。但当地人真的应该感到委屈吗？高考移民真的伤害了土著考生吗？1952年，中国有了高考这个词儿，实行全国统一命题，无论来自西藏拉萨还是海南三亚，试卷是一样的。这事儿持续了42年。2001年，北京文科一本录取线只有454分，而山东却是580分。如果你的分数是460分，那在山东只能是个学渣，但在北京你就是学霸。同样的试卷，同样的分数，却因不同户籍身份而上不同大学。当媒体和公众开始讨论并努力解决这一不公平的现象时，部分地区开始实行自主命题。1985年，上海开始自己给自己出题；2002年，北京开始自己给自己出卷子。到2013年，全国独立命题的省市已超过15个，这让地区间录取分数线将不再具有可比性，因为考卷不一样，山东的460分不等于北京的460分，从而巧妙地掩盖了高考录取的不公平。可是真的这样吗？独立命题了，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实就改变了吗？100所211大学，47所在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江苏，他们拥有更多招生名额，所以当地考生比外地考生更容易考上好大学。2005年，北京有1600万人口，而北大、清华的招生名额有851个；河南有9700万人口，名额却只有171个，这相当于北京1.7万人中就有1个能上北大、清华，而河南56.7万人中才有1个能考上，机会相差33倍。而这33倍的差距，只因你是河南人，而不是北京人。不患寡，患不均，公平是任何社会永恒的诉求。在日益追求公平、公正与效率的今天，任何一项制度，其生存或发展空间的大小，已越来越取决于其程序的公正程度。如果说外地的高考移民伤害了本地的学生，那又是谁把本该安心备考的学生逼成了背井离乡的高考移民？